晚上10点多，来桐城一老乡这里救助一只伯劳幼鸟。因为时间太晚了，所以说拿到鸟第一时间就赶了回来。具体的情况就是这个老乡后台给我发私信，说他有一只小伯劳幼鸟，多次放生都放生不了，也没有时间去照顾，所以让我领回来养大了放生。回来之后一口气吃了4、5条蛐蛐，然后就准备让它休息了。明天我们再看。一大早给它喂了几个蛐蛐，几条面包虫，然后一点鸡胸肉，这又饿了。现在还是给它搞一点鸡胸肉吃一下。这玩意儿饿的时候叫声是真大呀，这个胃口是真的好啊。第2块又吃掉了，这一下吃饱了。它饿起来那个嗓门是真的大呀。这种鸟食物不要太单一的，不然的话就会越养越瘦。其实我之前是一直特别讨厌这种鸟的，因为我有好几只10姐妹都被这种鸟给吃了。它们有个外号叫屠夫鸟，这种是棕背伯劳。去年我放生过几只气尾伯劳，块头比这个小多了。这种就专门吃其他的小鸟，田里面的蚂蚱呀、青蛙呀、小老鼠啊，它们都抓，反正什么都吃，基本上。这又开始张嘴问我要吃的嘞。再给他搞点吧，然后我出门几个小时，不管他了。小伙子，猜一下我要给你喂啥？5只蛐蛐，看你一口气能吃完吗？来一个，会自己啄了嘞。第2个，最后一只，没了。那个老乡说，这家伙也被放生过，但是放生不了，的确是太小了。他现在自己没有找食物的能力，放出去很容易被猫狗给咬死，最直接的就是会饿死。所以说我们还要给它养一段时间。不过这货养一段时间之后，它的适应能力各方面都挺强的，所以说野化方面基本上还是不用担心的。好了，现在啥都不要想，长大了再说。早上一大早出来给小伯劳抓点蚂蚱，看这几头牛，我走到哪里它们跟到哪里，但是你又不能抚摸它。哎，可以的哦。真奇怪，你不理它的时候，它又主动过来找你。不过这不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啦。今天的目标蚂蚱已经抓到了，回家，再见了牛哥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家伙是真的饿了。我把它接回来的时候，它是又瘦又小，现在挺胖的，就是这个毛色不好看。不过羽毛换好之后就漂亮了。来，给它搞点蚂蚱吃一下。给你一个。一口都吞了。这块头大了不少吧？走。这几天开始要慢慢的进行野化训练了。现在它已经会自己吃食物了。好多人都担心这家伙放生以后会把附近其他的小鸟都给吃了。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是不用担心的，这本来就是食物链。我能做的以后就是把它给放远一点。就目前来说，它还没有这个能力。现在多数时候我给它喂蚂蚱都是弄活的，让它自己去抓，锻炼它的捕食能力。感觉它在这个方面有独特的天性。我给它放的蚂蚱基本上都没有跑掉过，都被它抓到了。昨天开始我发现蚊子和蚂蚁它能抓到了，但是成功的几率不是特别高，可能只有20%。不过就它目前的年龄阶段来说，学习的还是挺快的。我相信再给它1个月时间的磨练，它的捕猎技巧不敢说特别强，起码不会饿死的。经常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些小鸟会自己吃食物了，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给它放生？会自己吃食物和会自己找食物，这是2个概念，大家一定要分清楚。所以说我们在野化放生的时候，我们会综合去衡量它有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，不然的话放出去和杀了它其实没啥区别。不过这个小家伙从小就特别凶，刚一直在追那一只丝光椋鸟。看这个家伙又过来了，还在这里晒太阳呢。看又开始了。其实就目前来说，这只小伯劳未必打得过丝光，
年龄阶段摆在这里。基本上只要是这只小丝光在这里玩，伯劳看到了都会追它。哎，它居然还敢反击，这胆子有点肥哦。我劝你以后还是离远一点，实际上你根本就不是对手。来，再给你一个蚂蚱。它怕其他的鸟抢它的，直接躲起来了。这只小伯劳感觉还挺聪明的，目前对其他的小型鸟没什么威胁。今天继续带小伯劳出来野化训练，这蜘蛛皮也不放过啊，反正自己找吃的，啥都可以。这里发现了一个好东西，伯劳也看到它了，不知道它敢不敢吃嘞，试一下。直接把它给吓跑了，有点怕嘞。这小猛禽年龄还是小了点，第一次看到田牛，它挺害怕的。所以说咯，你的小命又保住了。走吧，给它搞一条面包虫，然后把它带到田里面去，让它自己学习抓虫子。其实它这个年龄阶段还是不具备自己找食物的能力，就是我们每天锻炼一下，野化也不是说1天2天能够完成的。这家伙也挺吵的，他总以为我要给他搞吃的，自己去抓呀，飞出去了。好像是看到了一只蜻蜓，没抓到。飞出去抓蝴蝶，又没抓到。你又过来找我干啥呀？总想着我要给它找吃的，又追那只蝴蝶去了。哎，又没抓到。追一只蚂蚱，也不知道抓到没有，反正它掉到草丛里面去了。所以说这么大的树在野外全靠父母养啊，自己是一点能力都没有。这蚂蚁你总能抓到吧？哎呦，终于抓到了一个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反正一天一天的慢慢进步嘛，没那么快。玉米叶上的蚂蚁好多啊，来看你表演。这个挺好抓的，反正没啥技巧，蚂蚁跑得又慢，也不知道蚂蚁的味道好不好吃。它自己也在寻找目标，只要是看到有蜻蜓、蝴蝶飞过，它就会去追，但是基本上没抓到过。哎，它好像在水里面发现东西了，追过去了，看一下。我以为它在水里面发现什么猎物嘞，搞了半天是洗澡。这个水不是越洗越脏吗？不过无所谓，野外的鸟都是在这种水沟里面洗澡，早晚都要适应。洗完之后这个样子好丑哦，今天就带它来田里面试一下。这几天有时间的话，我带它去远一点的地方，草地里面蚂蚱特别多，也挺好抓的，让它抓个够。反正每天锻炼一下吧。羽毛应该干了吧，把它吸引过来看一下。这玩意儿好吵啊，饿了不停的叫。给它放点吃的，它马上就安静了。别看它块头还没有丝光鸟大，以后长大了丝光鸟可不是它对手。今天就这样带它锻炼一下，这几天有时间了，带它去草地，让它吃蚂蚱吃个够。1个月之前，同城的一个老乡捡到一只小伯劳，发私信让我给领回来了。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，现在空中飞的虫子，它都可以精准抓到了。不过很多时候它都没有吃，它是选择性的吃掉，多数都是丢掉了。它特别喜欢吃面包虫，一般只要我手上拿一个面包虫，一下就把它给召唤回来了。然后今天准备让它再试一下这玩意儿。昨天晚上灯开着，又有几只飞到家里面来了，双叉吸金龟。上一次我发了一个这玩意儿，好家伙，几十条评论都是说它是国家2级保护昆虫。这家伙的学名叫做双叉吸金龟，我很好奇它什么时候成了国家2级保护昆虫了。但是评论区还是有个别的兄弟是特别专业的，比较懂。其实像带叉吸金龟是国家2级保护昆虫，跟这个长得有点区别，只是比较相似。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在网上看个视频觉得差不多的，就觉得它们这是一个品种，其实不是的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。上一次这只小伯劳看到独角仙它都害怕，根本都不敢靠近。这一次它胆子变大了哦，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会知了总可以了吧。
夏季农村的晚上，只要是灯一开，各种昆虫都会往灯下面飞。这个知了也是昨天晚上抓到的。这个伯劳真聪明，知了和独角仙块头差不多大，它敢直接吃知了，独角仙它都不敢碰。别跑了啊！哦，赶紧去追！我相信它能抓到。这货追知了追丢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等他自己回来吧。我回家转了一圈，听到外面有伯劳叫，出来一看，他回来了，又在抓昆虫。现在狩猎的技巧越来越熟练了。再给他搞个知了，真猛啊！这个知了的头被他一口就扯掉了。吃东西是越来越斯文了，以前都是一口吞，现在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扯肉吃。一个知了分了10几口才把它给干完。这货今天脾气有点不好哦，一直追赶鸽子，只要鸽子过来他就不停的驱赶。鸽子那么大块头，居然还怕它的。他可能已经忘了自己前几天是怎么被丝光椋鸟暴揍的。然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前几天不是捡到一只受伤很严重的土话梅吗？当时我就说随时都可能暴毙，前天已经暴毙了。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，没办法，我尽力了啊。然后你现在就自己在外面玩一会儿，切记啊，只能抓虫子，其他的鸟你目前一个打不过，不要试图尝试。我刚刚还以为这一只伯劳抽风了嘞，一直在地上打滚，跑过来一看，发现它在和一只螳螂打架，好像已经把这只螳螂给制服了。这个小伙子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啊！以前他也就抓蚊子，抓小苍蝇，没想到现在螳螂也被他抓到了。这个螳螂其实还是挺厉害的，最近他这个捕猎学的有模有样的，不过也仅限于抓昆虫。这个螳螂是这么久以来他抓到最凶的昆虫了。这小子还怕我抢他螳螂嘞，我看了一下他就飞走了。这个螳螂的有一条腿已经被他给吃掉了。他在这里吃螳螂的时候，这2只绿晕嘴杯一直在这里报警，应该附近有他们的窝。然后他又叼着他的螳螂又飞走了，吃个螳螂换好几十个地方嘞，又飞到这一片竹林里面去了，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等他自己回来。这小伙子站在这里嘞。刚才外面下了一阵暴雨，我说出来看一下，结果这家伙不知道从哪里一下就飞到我头上来了。然后这只小八哥也出来了，这货也特别不要脸，仗着自己块头大，每一次都喜欢欺负伯劳，而且打完就跑。此时此刻，伯劳正在认真的学习狩猎，抓了一个南瓜藤。哎，这该死的小八哥又开始打伯劳了，伯劳都被打懵了。你脸皮可真是够厚的，人家伯劳在认真学习狩猎的，虽然有的时候把南瓜藤当成虫子了，也挺搞笑的，但是起码在学习啊。真的，他有的时候把那个南瓜藤当成虫子，然后还搞得一本正经的，看得特别搞笑。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在晃动，他特别有兴趣。看，一个死树叶，他以为有好吃的，马上就过来了。可能的确是饿了，今天一天没有给他搞吃的，都是靠他自己抓虫子。其实他捕猎的技巧还是没有那么强，他抓蚂蚁的技术真的特别强，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蚂蚁要被他给吃掉，一抓一个准。还有蚊子，给他送点辅助过去，搞点面包虫让他吃一下。这个小八哥肯定是吃饱了，不然的话他早都上来抢了。我刚说完他就来了，这一会儿他们居然能和睦相处，也是很神奇哦。你们2个吃饱了又开始打架是吧？我发现这个伯劳是吃饱了有力气了，开始打小八哥了。总体来说他目前还是挺温顺的，好像一个鸟他都打不过。吃饱喽，赶紧自己去找食物吧，滚！完了，我不小心在这一棵树上看到了这么大一只知了，所以说咯，我就把它给抓下来了。本来以为它在我手上会疯狂的叫，没想到还挺安静的。去找伯劳，然后送给伯劳，真是缘分呐！伯劳自己也抓到了一只。
已经被它吃了一小半了。它现在抓知了还挺厉害的，它自己抓的那一只小的被它丢了，然后一直在抢我这一个，送给它吧。他自己抓的这一个知了身上全是蜘蛛网，应该是被蜘蛛抓到，然后他又从后面抢劫的，送给这一个捡破烂的，还真不客气嘞。这个伯劳现在只要是吃东西，你一靠近它就飞走了，东躲西藏的。好不容易刚把知了给抢下来了，看，我想拿走，它特别激动。这个白眼狼不知道躲到哪里，把知了吃完了又回来了，这是想让我去给它抓知了啊！来，正好抓了一个这玩意儿，送给你了。以前这么大的昆虫它都很害怕的，不敢靠近，现在刚送给它，它就赶紧叼着飞走了。随着最近的野化训练，它现在野外生存的能力越来越强了，而且拿到食物你一般是抢不到它的，也骗不到它。再抓一个知了和它换，哎，直接飞走了。这么大的知了也不香了吗？其实面包虫才是它的最爱，嘿嘿嘿，是吧？我就知道它喜欢吃什么，直接飞下来了。没有啦，赶紧滚！刚才给它那个虫子头都被它吃没了，该捡起来还给它，不能浪费哟。而且我发现这玩意儿最近生存能力越来越强了，这种虫子它抓起来特别容易。哎，看啥时候直接把它给放远一点，放生了。昨天下午我把这一只小伯劳带到这个位置放生的，然后我刚才在上面听到有伯劳叫，我就带点面包虫下来说找一下，嘿嘿，发现它了。这是刚抓的蚂蚱吧？嘴巴上面这么明显。我刚过来的时候，它正在这地里面。放生了一天，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还在担心它呢。哎，摸一下瘦了没？还行，这肯定是在外面没吃好。不过实在是没办法。你们能想到为什么我把它拿到山上给放了吗？这个家伙的血脉已经开始觉醒了。前几天我发现它在抓鸽子，虽然说其他的鸟一直都没抓到，鸽子可能比较笨，也不懂得反击，但是这货也差不多可以让它回归山林了。现在它捕食的能力完全没问题，一躺到我手上就要睡觉，还是这么乖嘞。看，刚咬了我一口，好痛啊！报警了。我又没打你，帅气的小伙子正在抓蚂蚁呢。我怀疑昨天把它放出来到今天，一直都在地上抓蚂蚁。其他的鸟现在它还不好抓，那鸽子属于比较傻的，捕猎的技巧还可以的。但是我还是不放心呐，所以说今天赶紧出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它这个站姿，好帅呀！这附近蚂蚱呀啥的昆虫特别多。所以说我把它选择放在这个位置，来到我手上来。这个小家伙特别乖，又在抓虫子，看，又抓了个蚂蚁。这附近的蚂蚁真是遭殃了。刚这一会儿的时间，我看到他抓了10几只蚂蚁呢。哼，蚂蚁吃多了好不好啊，小伙子？来到我手上来。哎呀，还是挺胖的，也没饿瘦。说真的，我还挺舍不得放生它的，特别好看又乖。哎，但是早晚都有一别啊。走，上树了。这个季节蚂蚱真多，刚一个蛐蛐飞到我手上了，正好看一下它在哪里，送给它。看来它很喜欢这个位置，我又在这里发现它了，给你。飞走了，他怕我抢他的，看到他过得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这家伙真是个白眼狼啊！我大老远的跑过来看他，虫子刚给他拿着就消失了，然后肯定有人要说放生了为什么还要过来找？我们也要确定他在户外能不能生存呢？是不是？
这个放生也不是说我们放了就不管它了，我们要确保它能生存下去，所以说我们时常要观察，看一下它们野外的生存状态。过几天我还会过来找它。走，回家。